一口气告诉你歼35A 和歼20到底有多厉害啊？那你得先知道美国的 F-22和 F-35有多厉害啦。大家好，我是火箭叔啊，不是有句玩笑话吗？歼35的全称是歼击 F-35啊，因为双方都是中美最高水平的战机的代表，性能方面也是互相对标的。那咱们的隐形战机的研发究竟经历了哪些阻碍呢？1990年代初冷战刚结束，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空军急需一款接近现代化水平的战机，但当时的航空工业的骄傲歼8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尤其是在与国外3代机的对比当中，无论是武器性能还是设备都明显落后。为了追赶时代的步伐，沈飞就推出了改进版的歼8 2M。这款中俄合作的战机在火控系统和武器配置上有所提升，但是依然很难跨进3代机的门槛吧。外界对它的评价只是半只脚踏入了3代机它既没能够满足中国空军的需求，也没有能够打开外销的市场。那市场更青睐谁呢？是更先进的 F-16和苏27。这一挫折让中国航空工业意识到仅靠对旧设计的修修补补是无法打破代际差距的。于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被提上议程，研发出真正属于中国的下一代战机，这个就是歼10的诞生背景了。从气动设计到雷达系统再到飞控技术，中国的工程师们一次次攻坚克难，全新的压式布局解决了高机动性和隐身性能的平衡，但复杂的飞控系统、落后的风洞设备以及缺乏可靠的发动机都让研发步履维艰。在借鉴国外经验之后呢，国产电传飞控系统最终突破了技术壁垒，而发动机的短板则通过引进俄罗斯的 AL-31F 勉强支撑，并同步启动了国产涡扇10的研发计划。歼10的成功不仅让中国航空工业实现了从依赖外援到独立自主的跨越，更为迈向5代机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段经历可以用痛苦中也孕育着希望来形容。而接下来一款更先进的战机即将登场。2011年1月11日，在曾飞的跑道上，一架奇特的战机腾空而起，棱角分明的机身，菱形的进气道，3则幽暗荧光的涂层，还有内置的弹舱设计，这难不成是一架隐形战机？前压翼、梯形主翼、双垂尾，再加上一个比 F-22还要更大的机身，这难不成是一架具备远程作战的多用途隐身战机？是的它就是内部代号为黑丝带的神秘5代机歼20了。那一天，世界为之震惊，因为谁都没有料到中国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研制出5代机。哎呀，就像是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谁也没有料到咱们的第2款5代机来的也是这么快歼35A 虽然只有惊鸿一瞥，但它在本次航展高速飞行时，机尾出现的一长串漂亮的马赫环，就足以一雪10年前冒黑烟的耻辱了歼35A 新型发动机的突破确凿无疑。那歼35A 真的能够歼击美国的 F-35吗？和 F-35比起来歼35A 会更适应复杂环境作战如高威胁对抗或者是海域争夺战。其作战半径、最高速度、武器挂载以及造价方面也都比 F-35更有优势，但是在数据链、信息处理和分布式作战能力方面，则是 F-35的优势而隐身性能的表现 F-35可能也会更全面一些。它覆盖了高频和低频雷达隐身，而且有多版本适配多样的任务需求，所以两个是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歼35A 是基于 FC-31改进而来的，属于中型隐身战斗机，主要针对舰载用途和潜在的出口市场兼具隐身能力、灵活性和多用途作战能力。它采用了一体化的隐身设计包括倾斜的双垂尾、菱形的横截面机身以及 DSI 进气道，正面和侧面的雷达反射面积很小，与歼20相比起来，体型更紧凑，隐身性能虽略逊，但仍非常优异。它兼具内部弹仓和外挂点设计，可以支持空战、对地攻击和海上打击任务。歼35A 特别为航母起降进行了优化，包括折叠机翼、更强的起落架以及改良的着舰钩系统。航电方面歼35A 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和电子战系统，数据融合与传感器性能明显升级，具备较高的态势感知能力，装备了具备全向矢量推力技术的涡扇19发动机，不仅动力更强，也支持超音速巡航和舰载机甲。那么同为咱们最先进的5代机，歼35A 和歼20谁更厉害呢？以下可是付费内容没有抽烟的不许看歼20的诞生早于歼35A，歼2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架第5代重型隐身战斗机，主要设计目标是制空作战与远程打击。它采用 DSI 进气道的流线型隐身设计和菱形机身，正面雷达反射面积极小，尾部隐身处理较美国的 F-22略逊，但仍具备较强的隐身能力。其搭载的大尺寸油箱具备较远的航程适合亚太地区的广阔空域作战。歼20配备内置弹仓，能够携带多种中远程的导弹，比如霹雳15和制导炸弹等等。F-22的核心设计目标呢是空中优势，强调超音速巡航、推力矢量技术和高机动性，以确保空战中的绝对压制能力。而咱们的歼20的设计目标却
并不仅仅只是在空中优势方面啊，它的航电系统也非常先进，装备有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强大的数据链与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功能，则可以支持多机编队作战，可以与咱们的预警机系统联动，以获得最佳的效果啊。简单来说就是J20在能打得远上表现得更为出色 ，F22呢则在能打得快上表现略胜一筹。J20通过隐身能力和先进的传感器系统，在复杂的对抗环境中突破敌方防线，对敌方预警机、加油机等关键目标形成了威胁。制空的基础上，兼顾对地、对海的打击能力。所以 J20的定位是战略级的多任务战斗机嘛，肩负更广泛的任务。但是若要拿它跟咱们的歼35A 相比呢，这明显又可以看出它俩的定位进一步的细分了。J20会更加强调制空，将会专注于空中优势与远程打击。它是中美4架五代机当中最大的那一架，也几乎是最重的了啊！最大载弹数可以来到12枚，包括远程空中导弹霹雳15和近距离格斗导弹霹雳10。而歼35A 嘛，它的定位呢是中型多用途战斗机，重点强调多用途，偏向于航母舰载作战与出口的市场其双发布局与隐身优化程度呢略低于歼20，但足以对抗传统雷达的探测，特别是正面隐身性能非常的优秀。航电性能方面虽然也非常先进，但整体技术水平略低于歼20，尤其是在探测距离和数据处理能力上略逊一筹它采用主弹舱与2个侧弹舱，能够挂载多种导弹与制导炸弹挂载能力属于适中的水平，最大数量为8枚。所以它俩不是谁更厉害的问题，而是如何配合的问题。歼20可以充当先锋的角色，依靠隐身能力深入敌方的防线进行战略级打击或者是制空威慑为后续战机清除障碍。而擅长高机动性和多任务能力的歼35A 呢，则可以执行传统的空中优势战斗和近距离打击的任务。它能够作为掩护者进入战斗，在歼20打击关键目标之后进行近距离空战和拦截，确保空域控制，并为歼20提供空中掩护。通过这样的组合，咱们就能够在敌人的防空体系当中找到突破口，形成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现在你看我们的空军实力越来越强了，那架编号为81192的歼8战斗机也可以返航了。我们有歼10、歼20，现在又多了个歼35，这些战机都可以把它接回来，为它护航。这些装备也可以告慰咱们殉国的烈士们。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用喊出那句无法返航了。你很难想象雷达这个人畜无害的防御装备，一开始却是被当成致命武器来研发的。1935年，英国政府委托物理学家罗伯特·瓦特研究无线电波，希望用它来摧毁德国的飞机。但很快，这位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无线电波同致命射线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弹弓同导弹之间的差别一样大。飞机看来是打不下来了，但好像也并非全无军事价值。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的几周之内呢，瓦特就发现通过测量从机身弹回来的无线电回声延迟的长短，就可以得知飞机的飞行方向和距离了。于是从此就开启了雷达的职业生涯。这让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是蝙蝠启发了人类发明雷达的吗？看起来它又是另外一个你千万别太当真的励志故事而已。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雷达当中的神器相控阵雷达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它能够强大到探测出像 F-35、歼20、苏57这类先进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吗？好，千里之行呢始于足下，我们先来看看雷达最基本的工作原理。其实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挺像我们的眼睛的。首先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看见目标，只不过呢一个靠的是可见光，另一个靠的是无线电波。其次想要看到不同方向的目标都是需要转头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的雷达都是始终在不停的旋转。然后想要更清楚的观察目标的话，就需要收窄视角，我们可以借助望远镜，而雷达可以增大天线面积，天线越大波数越窄，判断的精度也就越高。但问题也就产生了，大天线它转不快少一圈回来呢，目标可能已经飞跑了，这就尴尬了，怎么办？相控阵雷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个解决法呢？靠电磁波的干涉现象。在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平面上规则地排列着很多微小的单元，它们有点像是昆虫的复眼，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发射和接收电磁波。当这些独立的单元发出的正弦波同时向外传播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建设性干涉和破坏性干涉，使之加强或者减弱。就像两个完全同步的水波一样，当碰在一起之后呢，垂直于它们中心连线方向上的波纹得到强化，而其他方向上的波纹则逐渐消失了。
好，这是2个波完全同步的情况。要是它们不完全同步呢？要是第2个比第1个稍微慢了一点点呢？这个称之为相位移动，相移。那以此类推下去，第3个又比第2个再慢一点点，第4个又慢一点，第5、第6、第 N 个都是这个规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控制每一个单元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相位差，实现在它们相互干涉之后，朝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这便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了。完全不同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它靠的是相位移动的电扫描，速度差别是以数量级来算的，而且更加灵活，能够跟踪更多的目标，拥有更强大的抗干扰性，以及更能够发现隐形的目标。对了，这隐形飞机雷达是怎么把它探测到的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说是隐形呢，其实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到，只是跟普通飞机比起来呢，雷达截面更小而已。它们通常靠2方面来实现的，一个就是调整外观，偏转雷达波，使其不会按照原路反射回去。锐利的边缘和多棱角的结构都有明显的好处，这点看看 F117就知道了。第2个呢，就是使用特殊的涂层，将照射到身上的雷达波吸收掉。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涂层呢？那都是军事机密，我们就只能猜一猜了啊。据说里面是包含了碳纤维，甚至是碳纳米管的增强塑料，以及细颗粒的铁粉，用来将吸收的电磁波转化为热能。但这些涂层的缺点是它们并不能吸收全部的雷达波，因为涂层的厚度正比于它吸收波长的能力。涂层越厚呢，越能吸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涂层越薄，就吸收不了长波。而战斗机的涂层能有多厚呢？所以雷达的机会就来了，发射低频长波就能够在远距离上探测到隐形飞机了。为什么相控阵雷达在这方面更强呢？因为想要发射低频长波，必须要天线够大。你看，这不正好就是相控阵雷达的天然优势吗？所以雷达和隐形啊，就像是矛和盾的故事一样，大家都在彼此的升级，也在彼此的制衡。我在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呢，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军事杂志，还对美国有宙斯盾和 F-22羡慕的咬牙切齿。如今我们也有自己的平面阵雷达和歼20了，着实为我热爱的祖国感到骄傲。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2战空中是各种王牌战机的秀场，英国的喷火，美国的地狱猫，德国的 Bf109，日本的零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啊。不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太平洋上空飞行的飞机和在欧洲上空飞行的飞机是明显不同的。最大的区别体现在它们的鼻子上。太平洋战机有着短而平的鼻子，但欧洲战机呢，鼻子通常又尖又长。为什么？最直接的答案在于它们所用的发动机是不一样的。短平鼻子的战斗机，比如 F6F 地狱猫零式，所用的发动机呢是气缸围绕着中心曲轴，像自行车辐条一样径向排列的新型发动机。由于可以把气缸尽可能的放在一个平面上最多就2个吧，就能利用吹过来的风呢，直接把热量给带走了，省去了额外的降温手段，简单方便啊。但是径向排列的气缸本身就增加了发动机正面的直径，再加上这个正面呢，还得是需要直接迎着风使劲吹的。你能把它给罩上吗？不能嘛，所以便呈现出一种又短又平的外观了。而长尖鼻子的战斗机，比如喷火、野马和 Bf109， 它们用的是将气缸分为2列，从前到后斜着插在中心曲轴两边的微型发动机，所以正面不大，更多的体积呢体现在侧面，当然就显得长了。而且它用的也不是风能，因为很难用得上嘛，而是水冷，主动的水冷，使用冷却液在发动机和散热器之间不断的循环来带走热量，所以把发动机罩在一个更加平滑的空间里面，不用担心这里缺风，还能因此而提高气动性能，是更为有利的选择了。于是鼻子就尖了。不过我们是不是还得往深里面再多问几句呢？为什么太平洋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风冷而不是水冷？反过来也一样，为什么欧洲战区的飞机更喜欢用水冷而不是风冷呢？是性能上面的差别吗？这2种发动机在设计上呢都是非常出色的，也都能提供出强大的动力，所以选哪个其实区别都不大它们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了。那主要原因是啥呢？总结下来大概有这么几方面首先一个是战斗的可靠性，新型战斗机以其超级能抗噪而闻名，即使在战斗中有个别气缸遭到了破坏，也能够继续保持运行，只不过呢损失了一些功率而已。而且它散热靠风，灭火也能靠风所以就不太容易让发动机整体过热之后宕机。
但对于液冷的微型发动机而言啊，气缸的损坏可能导致冷却液的流失，发动机在无法有效降温之后呢，便直接停掉了。这个在欧洲上空非常糟糕，但是换在太平洋上空哪里只是糟糕啊？原因很简单啊，这里到处都是水，一片无垠的水啊。太平洋空战的特点是需要长时间的在海面上飞行，无论是战斗还是巡逻，无论往返的是基地还是航母，所以那该死的发动机绝对是不能停的啊。但换一个场景，情况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如果喷火在英格兰上空失去了动力，它就不会那么焦虑啊。滑翔和跳伞都是可选项，而且大概率呢还能够在安全落地后赶回家喝口压惊茶。太平洋呢，你能把飞机滑翔到哪儿去，又能跳伞飘到哪儿去呢？哪儿都是空旷的海面啊，没有茶只有水，不是喝而是灌了。其次，简单。新型发动机在设计上往往比微型发动机要简单得多啊，而就是这个简单呢，在这儿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相比起欧洲战场优质充足的后勤保障与维修设施，太平洋的岛屿上和航母上条件那叫惨不忍睹啊！酷热的气候、缺乏的补给、简陋的设施，还有热带的蚊虫。得了，你不要给我搞什么复杂的发动机啊，越简单越可靠，越快能够修得好就可以了。看起来除了新型发动机还有得选吗？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新型在这儿有优势，那在欧洲上空不该也有优势吗？为什么就用的不多了呢？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由于设施完善，他们对于易于维护的渴望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二是微型发动机的供应量它很充足啊，不用不也是浪费吗？喷火和野马用的都是罗罗的梅林发动机，原本呢它就是作为一款赛车引擎设计的，早就已经生产出了很多只需要稍微改动就能装上飞机了，不比你重新设计生产新型发动机来的多快好省吗？而且它们的确也更加容易塞进更小巧的机身当中啊，使战斗机也变得更加小巧、更加流线。这个呢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空中优势的。最后还跟平台有关啊。太平洋上的战斗机很多都是舰载机，你说是扁而短的飞机好放，还是长而尖的飞机好放呢？答案很明显吧，而且海军大概也并不喜欢损坏的微型发动机将冷却液流出来，把甲板搞得又湿又滑了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几个原因。当然，新型和微型发动机各自还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你要跑多快才能追上自己射出去的子弹？这听上去有点像是伪命题啊，因为不管你跑多快，子弹射出去的速度都是在你的速度上又加上了它自己的速度，怎么都比你快，还怎么追？但是等等啊，有没有可能这样？我在射出子弹之后呢，马上就加速跑去追呢？通常情况下，子弹的初速度呢在700到800米每秒之间。我们取个中间值750米，那么它的时速就是2700公里啦。看样子你是怎么加速都追不上了。战斗机或许还可以啊，取决于子弹离开枪口时战斗机的速度。如果它是在1马赫的速度下开枪，不应该是开炮的话，那么就需要至少加速到3.2马赫才能追得上。谁可能会办到呢？似乎只有 SR-71黑鸟了。但是完成这个壮举的还就不是它，偏偏是一架最高速度不过1.1马赫，服役时间不过才短短几年的战斗机格鲁曼 F11老虎，而他追上自己的炮弹纯属意外，并且还付出了坠机的代价，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架自己把自己击落的战斗机了。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啊。上世纪50年代初，格鲁曼的设计师开始着手对其 F9美洲狮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改造，为它带来更低阻力的同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能力。当这样工作于1953年完成的时候呢，结果却拿出了一架与美洲狮完全不同的飞机。这种新型飞机配备了全跨距前缘凤翼和带有扰流板的后缘襟翼，而通常用于横摇控制的副翼则被拿掉了，翼尖也变为可上翻的样式，方便在航母上存放。在1955年4月的首次飞行当中呢，它就以接近1马赫的速度展示了其过人的高速能力，把海军惊得当即就下了订单，要求格鲁曼你赶紧给我交货400架。看起来啊，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然而蜜月期很快就过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老虎的缺陷一个个都暴露了出来。它的发动机不是那么可靠，它的续航里程呢捉襟见肘，它的耐用程度实在是很弱鸡啊，各方面的性能都完败当时生产的其他战机，比如沃特 F8 十字军。
于是到了1959年，在短短的4年之后，生产就被叫停了，只有199架被实际造了出来，而且很快海军连1架都不留给他们自己的航空母舰了，只在蓝色天使飞行表演队继续使用了几年而已。按理说这种完全没有存在感的飞机，应该很快就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才对嘛。可是他偏不非要用一场极端的空难，把自己挤进超音速战机的名利场，好时不时跟人炫耀。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快吗？都快到被自己开出的火炮给击落了。是的，就在1956年的9月21日。年轻的美国海军试飞员汤姆·阿特里奇驾驶着一架 F-11老虎从纽约长岛起飞。他此趟的目的是要在大西洋的上空进行武器测试。当爬升到6000米的高度时，测试开始了。阿特里奇以1马赫的速度一边向下俯冲，一边从机身两侧共计4门20毫米的机炮当中射出了第一轮大约70发的炮弹。仅仅4秒之后呢，他的高度就已经降到了4000米了。接着他打开了飞机的加力燃烧室，以更大的角度开始了第2轮的俯冲。当到达2000米的高度时，他再次开火，直接就清空了弹袋。可片刻之后，他的驾驶舱玻璃被什么东西给打碎了。阿特里奇认为这是一次鸟击，他立即就放下油门，并拿起机头以降低速度，然后转身飞向纽约卡尔福顿附近的格鲁曼空军基地。但在飞回空军基地时呢，阿特里奇注意到刚才击中他的物体还在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伤口，并且很快发动机就真的开始给他带来麻烦了。他最多只能开到78%的功率，如果再继续将油门推过这个数字的话，就会导致发动机按照他的话说像是用真空吸尘器从地毯上吸起石块一样剧烈咆哮。虽然是在继续飞向空军基地，但阿特里奇却在迅速的损失高度最终在距离基地不到1.6公里的时候，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老虎最终扑上了一片森林，在跌跌撞撞的向前滑行了将近100米后才停了下来。所幸的是，阿特里奇只摔断了1条腿和3根椎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该死的鸟他心中一定会这么骂到的。但事后调查显示，他骂错了，甚至他根本就不该骂嘛，因为导致他坠机的正是起初从他的炮口当中射出去的那70发炮弹了。这张图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了当炮弹离开飞机时，它们的初速呢虽然是2700公里，但是很快就会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大幅减慢。而与此同时呢，飞机的动力始终都在所以并没有减速。在这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当中呢，阿特里奇反而还开了加力，以更快的速度向下俯冲。于是无意当中，他从炮弹弹道的下方超过了炮弹。11秒后，当他重新拉起飞机，第一轮被他射出去的70发弹雨正好经过他的头顶，一发撞在了他的驾驶舱玻璃上，一发击中了右侧发动机的进气口，再加一发穿透了老虎的鼻椎。你说阿特里奇是什么样的运气才碰上了这样的概率？先是被海军声称只有100万分之一的可能的自己把自己给打了下来，又在坠机撞上地面后以极低的生还率从驾驶舱里面爬了出来。这2个概率拿出来乘一下，他该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吧？虽然这个幸运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来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飞机飞太快的确是容易误伤到自己的。不仅射出去的炮弹可能，就连射出去的导弹也是有可能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施瓦辛格说出那句经典台词 You're fired。你被炒掉了的17年后，钥匙战斗机终于也迎来了自己被炒掉的命运。2010年12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宣布，他们将在2011年前退役全部的钥匙战斗机，转而采用更新也更强大的洛克希德马丁 F-35B 3.2战斗机。曾经的小甜甜，如今是连牛夫人都不如了。72架退役的钥匙被打包卖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备件。你们猜卖出的价格能够换回来几架全新的 F-35B 2架不到，是不是很惨所以再辉煌的日子也有结束的时候，人生不也这样吗？辉煌是千呼万唤，平淡后人走茶凉。今天我们就来浅聊一下钥匙的前世今生。钥匙战斗机是由英国霍克希德利公司在1960年代开发的，彼时许多国家和公司都在探索垂直与短距起降技术的可行性。因为有了2战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嘛，传统喷气式飞机需要使用到的混凝土跑道在战时呢是极容易受到攻击的。谁要是能够先摆脱它，谁
谁就能够先获得制空权。于是各种尝试齐上阵，它们包括旋转翼上的发动机、升力风扇和独立的升力喷气发动机等等。尽管这些尝试大多都失败了，但他们也为未来的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当中钥匙战斗机脱颖而出，成为唯一成功的垂直起降设计。它最初设计用在简易基地，比如像停车场或者是森林空地上进行起降，后期则被改装用于航空母舰。钥匙战斗机的成功关键呢，在于其独特的飞马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具有可旋转的喷嘴，允许喷气推力的方向发生改变，使飞机能够垂直起飞、悬停和垂直降落。它最让人惊掉下巴的一次操作是降落在了一艘集装箱货轮装载着的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的顶上。当然，那是个意外，我也讲过那个故事。或者叫做事故。让钥匙真正崭露头角的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自己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而已，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纪录。于是钥匙战斗机在公众和军界中声名鹊起，被誉为英国航空设计的象征。第二代钥匙2在这些冲突中表现出色，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现代战斗机中的地位。马岛战争之后，钥匙战斗机继续在波斯尼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参战，证明了其战斗力和多用途性。钥匙战斗机不仅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内起降，甚至还能在起落架也放不下来的情况下降落。这种卓越的操作灵活性使其在各种战斗环境中都能够胜任。然而，钥匙战斗机并非没有局限，它在垂直起飞时无法满载，需要短距离起飞以携带足够的燃料和武器。此外，虽然钥匙战斗机在灵活性上无可匹敌，但它无法达到超音速飞行，且载弹量和航程也是有限的。而且进入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将钥匙卡得死死的。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请把它打在弹幕上。所以退役就成了必然啦。